渔民为了钓到大鱼，几十块的海虾被渔民当成了诱饵，而且一次性就准备了100多条，上百根排钩便是海虾的最终归属。将鱼钩挂好虾货后，就直接把它扔到海里。排钩会按一定的距离串联在绳索上，有2位渔民负责将虾货挂到鱼钩上，同时按顺序将钩好的鱼又扔到海里。为了避免鱼钩纠缠在一起，船只会按一定的速度向前行驶。高品质的海虾也被当成了诱饵。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这种有目的性利用高品质的鱼诱引入海里的鱼上钩，同时用串联的方式将鱼钩排列在一起，这样大大的提高中鱼的概率。靠海吃海的渔民想出了各种办法，在海里获得鱼类之源，想出了利用鱼钩串联的方式形成延绳钓，不仅提高了中鱼的概率，而且还节约了收回鱼钩的时间。只需要按顺序将鱼钩钩好鱼诱，就可以向海里抛下鱼钩。将所有的排钩放完后，末端会绑上一块巨大的石头，让所有的排钩沉入海底，同时在上方绑上一块巨大的浮漂作为标记。等待2个小时后，渔民开始将浮漂收回，浮漂就可以按顺序将鱼钩收回，鱼绳不断被收回。第1条上钩的鱼开始被拖出水面，由于水压骤降的问题，鱼儿基本上失去了活力。第1条就收获到7、8斤的海鲜鱼货，确实让人羡慕。取下鱼钩后，体型庞大的生鱼被渔民来个大合照。生鱼做梦也没想到临死之前还有人为自己拍的一照。收回的鱼绳和排钩会按顺序的排列在一起，随着鱼绳不断的收回，紧接着水面上出现一道白色的身影，有人负责收回鱼绳，有人负责收回鱼货。一旦将鱼货拖出水面后，负责收回鱼货的渔民立马将其拿到船上，又是一条大生鱼。将鱼钩取下后，一向爱炫耀的库里拉也情不自禁地拍照炫耀起来。炫耀完后就把它放进桶内。此时他们一共收获到了3条鱼货，有1条还是大红鱼。失去水后的海鲜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的现象，最早收上来的生鱼已经选择了躺平，鱼绳继续不断的被收回，上钩的鱼只能无情的被渔民拖出水面。一旦被拖出水面，就代表了生命即将终结。为了节约取下鱼钩的时间，渔民直接用刀子将鱼绳割断。此时又1条生鱼到手了。像极判官的库里拉对于每条上钩的鱼都会进行1次轮回的拍照，希望他下辈子不要做一条爱贪吃的鱼货。桶内展示出到现在为止收获到的鱼货，间接的表达了排钩中鱼的概率并不高，收上来的排钩鱼幼基本上都被鱼吃光，并且还没有鱼上钩，这让他们非常的懊恼。收回鱼绳的过程中，鱼绳经常会纠缠在一起，所以收回鱼绳的过程中必须让鱼绳紧绷起来，这样不仅能按顺序的收获鱼绳，同时也防止鱼绳打结。接着一道白色的身影出现在水里，预示着这个排钩已经有鱼上钩了。上钩的鱼无情的被拖出水面，根本没有挣扎的余地。一旦被拖出水面后，渔民立马用手将鱼的尾巴抓住，被拖上船的鱼货直接被扔到桶里。为了方便取下鱼钩，只好把它拿到甲板上。这条生鱼的轮廓相对比较分明，和库里拉的样貌不相上下，还有长长的尾翼。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4条鱼货，大部分收上来的鱼钩都是空的，有些虾货还在鱼钩上，有些却被鱼儿吃了。上钩的鱼因为贪吃了一口虾肉，直接断送了自己的鱼生。这条大嘴巴石斑鱼因为水压骤降，连身体都膨胀起来。割掉鱼绳后，库里拉又开始他严肃宣判轮回的验证，这是他们目前为止收获到最昂贵的1条鱼。收回鱼绳的过程中，有时也会打结，他们不得不合作将其解开。紧绷的绳索预示着下方又有鱼上钩了。随着鱼绳不断的收回，上钩的鱼被动的拖出水面。这片海域的水深大约在50米左右，一旦被拖出水面，上钩的鱼都会因为水压降低而失去活力，同时肚子也会膨胀起来。失去活力的鱼抓起来就方便多了，被拖上来的鱼基本上只有嘴巴在动。为了节省时间，直接用刀子将鱼绳割断。这条生鱼到目前为止钓到最大的1条鱼货，被放进桶内的鱼最终会度过他们最难熬的余生。经常在大海里作业的渔民，皮肤已经被毒辣的太阳晒得乌黑油亮，不甘愿被拖出水面的渔获，只能在水里不断的原地打转。被抓住尾巴的生鱼只能躺平在甲板上。此时毒辣的太阳更加猛烈。割掉鱼绳后就结束了今天的作业。另外1艘船只还在海里作业，随着鱼绳快速的被收回，下方的渔获也快速的被拖到船边。一旦鱼儿拖到船边后，另一位渔民手拿到钩将渔获勾住。从未学过钩骨定理的渔获也感受到钩骨定理的痛苦。被拖下来的马鲛鱼还要接受灵魂的敲打，每一棒锤的敲打都让马鲛鱼领悟到更深痛处的真理。这样的敲打让鱼儿情不自禁地抖动起来。海钓看起来有点残忍，但为了生存，他们别无选择。经过灵魂的敲打后，马鲛鱼还要被黑哥们来个大合照，希望下辈子不要做一条贪吃的渔获。锋利的牙齿此时有劲使不出。好了，
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